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啊！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那最近呢，也是收到很多的网友投稿问我们说，最近的股市非常的动荡，在过去的4天里面，纳斯达克是跌了超过5%。那现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们上一期星期五的影片？现在是不是一个最后的逃生机会呢？所以呢，我们为了准备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准备了很多的内容。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呢我们是准备了很多的内容不知道你想听哪一个多一点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投票一下第一个呢是美国的股票，现在美国的股市是不是到顶是不是要离场了呢？那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留言区投票写 A。那如果你对 B 关于中概股有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写 B 然后 C 就是一些长线的投资策略那奇葩法今天也是特意的准备了很多干货满满的内容，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写 C 那如果你对 D 关于中线的买卖策略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写 D 那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你们是比较想听哪一个内容多一点？这么多什么 A、B、C、D 都有哇！那时间只有1个小时我们看一下，我们尽量满足各位观众，好不好那最后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留到最后。为什么？因为这一期呢，我们是特别加了一些内容奇葩法跟我说，你要不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买入的策略吧？我说不行，你们只是知道买入策略是不行的，所以呢，我说要不这样，我除了给你一个买入策略之外，还给你一个离场的信号，一个策略，好不好？没有人要低所以你不用讲了那行吧，我不讲了。有人说英伟达被套了，你没看我们的视频吗？这个我们直播大锣大鼓说要走了，你没看吗？你也不是 GMT 同学，没关系我觉得这位观众留到最后你会知道一些离场的信号肯定会对你有帮助的。我觉得大家不妨在这里打多一下，你今年赚钱了还是亏钱了？到现在为止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你的投资的成绩是赚钱的还是亏钱的？这是第一点因为我们想知道一下大家现在怎么样。我觉得呢，我个人觉得特别是 D 是非常重要的好多人都没有要看 D 我就说 Rich 你可以但说笑之余，我觉得 D 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未来股票市场会非常的波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看过，一会儿我会有一点数据给大家看未来一旦美联储降息的话，股票市场跌的机会会很大的。OK， 那所以如果你还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赚钱了如果你有赚钱的话，那小心之后的那几个月。如果你到现在还在亏钱的话，那更加要看了因为未来的一段股票市场里面有可能会很波动可能会输钱。但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中线买卖的策略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有信心，你学会了掌握了 Rich 的给你的那几招之后，就算股票市场波动，人家输钱，你赚钱的机会是很大的。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价值如果大家说哎呀我赚钱不重要了，输钱也不要紧了那你就不要留到最后，要不然的话一定要留到最后，好吧？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里的风格都是这样够1000人的话，你们可以提问一只股票来问我们如果是美股的话 Rich 是专注美股的如果是中国股票或者香港股票的话，那我的研究也蛮多的，所以到了1000人的话，大家可以来问一下，所以把今天的这个直播肯定是价值满满的分享到你的朋友圈、你的 timeline、你的 Facebook， 或者叫你的朋友的名字，把他叫进来一起来看。你如果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到现在为止还在输钱的，或者想赚多点钱的或者未来看看这个股票市场会怎么样的，对吧？借花献佛也不用你来讲，对吧？你就把他们带进来，把这个有价值的直播带进来，好吧？那我们看到
好像有个投票啊，到底他们是赚钱还是亏钱啊？现在我们看到那个赚钱的略多一点点啊，略多一点点，那也不少人亏钱哦。今年股票市场到现在还在亏钱，也有45%以上哦。那大家要认真的听了啊！对，有人说是第一次，现在还下跌了下跌了啊！如果你是第一次看直播，有位同学说第一次看直播的，记得要订阅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因为现在骗人的那个假的账户太多了啊！你一定要找我们 YouTube 是17万订阅者。差不多17万左右啊，我们的Facebook 的 page 也是超越10万订阅者的啊。如果你打进去看到只有几百个啊，又教你什么加群组的，那些都是假的。所以最好的还是这个订阅。那这样的话，我们定时定期有直播啦，有视频啦，还有 Facebook 我有分享一些每一天我的一些心得啦等等啦所以2个，如果你已经看开我们的YouTube 的话，可以去 Facebook 也订阅一下。如果你是有在 Facebook 认识我们的，也可以去订阅我们 YouTube 一下啊。所以我们2个都会价值满满不断的输送给大家，包括有一些突发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也能够突发的来直播等等啊。好，事不宜迟那我们看一下也蛮多人说 A 的那要不你先讲一下 A 是美国股票那这样吧我先讲一下我做了一点数据我做的数据呢就是说过去从1928年到2024年9月份这个平均的回报是负的我们看到基本上股票市场涨的机会要比跌的多，对不对长远来说股票市场都是涨的特别是美股 S&P 500长远都是涨的基本上9年牛市1年熊市这样但是如果你把每一个月分出来的话，9月份的这个回报是最差的，而且不是差一点点，是负1.25% 整个这个月数里面只有2月份是负一点点负0.1%，你就就假设它是有这个可能是不赚钱，也不可能是赚一点点亏一点点，但是9月份是负1.2%， OK 所以第一个大家看了这个数据，你觉得我想听一下大家，你觉得2024年今年的9月份整体的美股会涨还是跌我们现在只有9月8号，对不对？9月8号才过了1个星期，还有3个星期，你觉得9月份美股的9月份会涨还是跌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已经在crashing already 已经在跌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因素有人说怎么这么邪好扯这么邪一到9月份就会跌那其实呢人是一个有季节性的一个动物有习惯的，对吧？8月份基金经理这个放假了放假回来之后，那他们要 update 一下他们的那个portfolio， 对吧？那当然之前可能在放假之前会卖掉一点但是呢回来之后也有可能呢是正好9月份出来的话是业绩报告公布了之后所以他们会做一点调整之前有可能8月份的时候涨得太多了，7月8月涨得太多的话有一点调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不排除有一样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对吧？想象一下，大家都非常相信9月份就会跌的，那你会怎么做那你就9月份就走了，对不对？抛售了，等到10月份再买了，对吧？那如果谁都这样做的话，那9月份是不是跌了？那就这么简单嘛，是不是所以呢好多是好邪哇，技术分析画几张图画几条线看几个信号哎，怎么这么准其实技术分析也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大家都看到一个卖出的信号那卖出了它就中了，对不对？大家看到一个买入的强势股的信号都去买了，那它就涨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技术分析也好，股票市场也好其中有一个特性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所以你要去解释的话，我觉得是这2个原因那你看这里已经是大家觉得是跌的可能多了所以9月份很有可能会这个跌所以这个第一个大家要谨慎一点。当然我们是之前也一次无论是直播也好
GMT 也好，也有已经叫大家谨慎了啊。如果有 GMT 同学在的话，Rich 也是叫大家谨慎。但是Rich 一会儿会给大家讲一定要看强势股，不能说全部离场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我们说美国经济会不会衰退，对吧？美国经济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要预测美国的经济有没有这个衰退的话不要凭感觉我们做投资的话最好是要客观看数据。而不是凭主观的我看到马路上生意不太多了，吃饭的人好像不太消费了，或者自己的感觉我现在不太想花钱了，这都是个人的感觉，这个小数有偏差，对吧？那我们来看历史的数据的话，有一样东西工具是非常好的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叫债息倒挂或者孳息倒挂，英文叫yield curve inverted yield curve， 也就是说把国债的年期从短期到长期来排。如果短期的国债的收益率要比长期的国债的收益率要高的话，这是不正常的，就叫债息倒挂孳息倒挂、债息倒挂，我就叫债息倒挂了那我们要看到过去这么多年，从1980年这个理论出来到现在每一次没有例外到现在为止，每一次债息倒挂之后都有经济的衰退所以经济衰退之后生意难做了这个业绩报告出来之后就这个让市场失望了你的营收的增长啦，你的利润的增长啦让市场这个不符合预期了，失望了，甚至倒退，甚至亏损这个时候股价当然就会跌，对吧？所以呢，我们要看到降息好像是对股票是有利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为什么降息？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经济会衰退，对吧？那当然了有人会说了，这一次的债息倒挂讲了2年了，美国经济说了它要倒退了这个衰退2年了，怎么还没有发生呢？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我们也在学习，也在微调的，对吧？不是说债息倒挂一出现就马上会衰退，债息倒挂出现之后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没有这个经济衰退，什么时候出现就是越来越严重之后反弹了还在倒挂，但是倒挂的那个幅度开始缩小了，甚至开始转正了，没有再倒挂了这个长息的债要比短息的要高了，对吧？这个时候经济衰退来了这是每一次都发生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每一次都发生的那为什么是债息倒挂的时候不衰退回涨了之后这个倒挂的幅度开始小了，甚至不再倒挂的时候，经济衰退就来呢？其实你现在看的话也是能解释的，因为什么？美联储看到经济衰退了，所以它开始降息，它降的息是短债的息，对吧？但是市场我们这个星期五的那个直播里面有解释过，市场的国债的那个利率2年啦、10年啦、30年的那个利率一早已经是预判未来的经济是怎么样的，对吧？所以经济不好，通胀也会低，所以这个国债的收益率、长债的收益率就会低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的那个短债还是很高的，债息就倒挂了所以债息倒挂就是说市场告诉你未来经济会不太好，甚至有衰退但是呢还没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呢？美联储开始做事情了把短期的债降下来了，开始减少了降息了，减息了。这个时候告诉你，美联储看到经济在衰退或者正在要来他要做点事情来避免这个衰退，对吧？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孳息倒挂这个幅度减少之后，反而是这个经济衰退有可能要来了所以过去这么多年，每一次都是这个发生所以呢，也就是带出了为什么人家说了美联储降息，哇，股灾要来了，美联储降息，你看就是因为美联储降息的时候，
这个资息倒挂、债息倒挂开始缩小了，开始转正了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经济衰退正在要来了或者来的机会很大了，对吧？所以呢最近我看到外面有人讲，哇，每一次美联储降息这个股灾就要来了，你看这每次都是股灾来了，对不对这个大家相不相信这一点，对不对有没有看过这幅图相不相信这一点大家可以留个言这个互动一点，好吧？那但是千万不要说原来这样，那我现在就离场了，我就把股票全部抛售了拿现金就好了其实这是误导的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多一点，补充一点这幅图是我在外面找到的，对吧？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图下一张图的话，其实不是每一次。不是每一次，这才难了，对不对？那我们再深挖一下，什么情况下它会跌，什么情况下它会涨就不要盲目的看了人家的标题，哇，每次美联储降息就会股灾来了，对吧？不是的降息我们刚才解释过了只是今天晚上这个价值是不是满满，对吧？每一次我们价值都是满满的所以把今天快点分享出去，哇，900多个了马上就可以问一个股票了大家一起来把今天晚上这个价值满满的直播多点来参与好了，那所以这幅图我再给大家深挖一下就发现问题了。美联储降息不是股灾的原因，对吧？我想了半天，为什么降息？降息不是有利股票的吗？降息不是把这个折现率减少了利息少了，对吧？我们这个买股票的资金就多了，不是有利股票吗？但是降息是因为它有这个美国的经济的衰退所以在这张表里面，灰色的地带就是那个美国的经济的衰退所以这里全部是讲美股S&P 500，对吧？但是呢，中间有蓝色那2次美国降息的时候当然这个也有一点苗头这个美国觉得哎呀经济不太好，马上降息，它是成功的避免了经济的衰退，就是它这个踩 brake 是成功的避开了翻车撞车的意外，所以这个也有人说叫软着陆，经济软着陆所以呢，它真正的如果是成功的经济软着陆了，避开了这个风险的话，它就股票市场是最好的，涨得最多的所以我们看到在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时间有2次降息的时候超过1000了大家可以准备问一个股票了好，那所以呢一定要留到最后了我们一会那个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一会给大家具体的买入和卖出的一些策略 OK 好，所以我们要看到你不能够离开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未来没有发生对不对？未来没有发生，美联储这一次降息能不能及时的避开一个美国经济的衰退？如果能避开的话，股票市场就会继续涨，如果避不开，美国经济开始衰退的话，那可能股票市场就会有个大调整所以这个是数据给你的，我们不是拍脑袋，不是主观意愿，我买了股票就希望它涨，我卖掉了就希望它跌，这是错误的主观意愿是很危险的，好吧？那好了，所以呢，给大家看了这个数据之后，千万不要说美联储降息了，人家说股票市场要跌了现在外面的好多都是这样说，对不对？包括我们也告诉大家有这个可能性千万不要离场，因为你要离场的话，你看我们另外一个数据来做一个调研，当然这个调研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做那个数据做了到这个2022几年22年2003年到2022年20年之内如果你是time the market出来了进来了出来了进来了，对吧？你要错过了最好的那10天，你只要错过那10天，你的回报就只有一半，每年的回报就只有一半你没听过这个对吧？所以呢再看一下最好的那10天全部
都在股灾当中出现的啊，那当然也能解释跌得多就反弹得多嘛，对不对？所以说哇，股灾来了，我避开了，是不是啊？好像啊爽了几天啊，啪反弹一下，反弹一下的时候也是反弹最多的。你只要错过这10天，你到最后你的投资就少了一半了。啊，所以千万不能说，哎呀，股灾要来了，我们就离开，这是很危险的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策略，实实在在的策略，第一个要分散投资。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留言区写一下，你现在有没有买港股，有没有买美股，有没有买其他的股票啊？最好的是要买超过你本地市场的股票，因为这样才能分散投资。比如说台湾的同学。台湾的网友，你有没有买超越台湾的股票？马来西亚的网友有没有买超越马来西亚的股票？香港的朋友，对吧？你有没有买啊？当然，香港的股票，但是它的业务是要在中国大陆的，是可以的啊。如果你有买新世界，香港经济不好啊，房子又跌，新世界又跌，生意又难做，那就死在一起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分散啊，新世界是其他地方的人可以来买一点，分散投资嘛，对不对？但是香港人就要避免了啊，所以这是举个例子啊，我不做新世界的买卖建议啊，但是这个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资金分散。好了，这是第一个地域方面的分散啊，所以大家可以说一下你。有没有买中概股、港股、美股？你的现在是看哪里多点啊？好，第二个，长线的和中线的也要分布。我以前我是长线投资者啊，中短线我基本上不看，对吧？我比较懒但是呢，我现在觉得，因为股票市场是波动的太厉害了。我个人也要有一点是中短线的，因为这个市场整天在变的话，有一点中短线的，对吧？好了，中短线的策略跟长线的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非常重要，麻烦大家写下来，我们放在那个荧幕上啊。中短线的那一个策略跟长线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个人是喜欢长线的，我是喜欢用基本分析来找10倍股，找到10倍股之后就让它慢慢的走，对吧？这个有一个不好处什么我觉得好，市场没有觉得好10倍股我的课程里面也讲过，为什么会涨10倍？就正是现在市场不看好，或者是看错了，或者是看漏了，才有机会10倍。如果我看的跟市场是一样的话我是不会拿到10倍的回报的，对不对？明白这一点吗 ？OK， 第二个肯定是长线的、长远的，因为短期的话，你要它涨10倍好像是很难的，对吧？但是你给它几年的话，它就有10倍的那个机会所以一个是长线的，第二个是跟市场是这个看法是不一样的，这两个重点但是问题就来了，你要很有信心你是看对的。是不是所以呢，我这个课程左边那一个就是我的10倍股的课程，就是给了大家，还不是看财务的数据，因为财务的数据大家市场都在看，你一定要看更远，看它的商业模式，看它的竞争能力，看它的软实力，看它的还有好多其他的所以整套东西20几天的东西，还有案例给大家活学活用的话是我左边的那个10倍股的课程大家有兴趣的话，第一课我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我们放个链接在留言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OK， 看一下的话，第一堂那我们直播之后是第一堂课免费的。如果你觉得合理make sense觉得值得对吧？我们还有后面的21天，你可以来自己慢慢学好，另外一个就是 Rich 现在在推出的在制作的我们现在感觉到是越来越重要的，是教你怎么去找强势股。强势股跟10倍股有什么不一样？强势股它最重要的是，他看到资金正在进来，就是市场也看到了，资金也进来了，对吧？市场也看到了，能不能有10倍？机会少一点，因为市场也看到了，对不对如果是涨10倍，市场马上涌进来买，它就会涨上去了，对吧？所以你的分母不小了之后这个你上去了之后10倍的机会就会少了，你买到便宜的股票的机会就会少了，对吧？但它的好处什么？市场也看到了。所以你要进去的话这个 momentum 很强很爽，马上就能这个搭这个顺风车但是一定要
它有很多的那个风险管理的方法，一定要及时的做这些风险管理，因为你买的不便宜随时市场一转，你这些强势股也会跌。NVIDIA 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具体的那些例子所以大家如果对 Rich 的那个有兴趣的话，我们也放个链接，一会儿了解一下，好吧？好了，那所以呢，我给大家用个例子，对吧？长线的投资我个人还是觉得现在要买便宜的话美股已经涨了好多了我看美股的时候，我还跟大家公开分享 NVIDIA AI 板块AI 这个行业选股布局嘛，对吧？AI 这个行业 AI 这个板块，当时是2023年的年初，大锣大鼓跟大家说我说 NVIDIA 的时候才只有200块，200多，就是现在20块现在拆股之后的20块。那所以已经涨了好多了那所以现在美股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已经不要看长远，不要看美股了，美股就是要短线的，跟 Rich 那些中短线的这个买卖了好了，我们要看香港的股票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这个优秀的我叫 Alph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对吧？因为现在资金没来。因为现在香港的市场的情绪还是比较悲观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珍惜生命，远离港股，大家都资金还没有真正的进来，所以资金没有真正进来的话，你买了之后一定要买最好的，就是我不需要人家来买，他自己在回购，对吧？公司在回购钱越赚越多钱越赚越多，又在回购，那就算香港的股票还是有捧场的人的，对不对捧场的人资金也会集中到那里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的经济不太好，中国的挑战很多美国在给中国的麻烦，对不对？所以你要找到一些是这个弱势当中找强势股这个10倍股就这样所以我再举个例子现在 GMT 已经不开放给大家了，但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时4月份的时候，我是看完了那一次的业绩报告几十家公司之后，我是左右这个想了好久，对吧？我就给大家2家公司，一家是小米，一家是美团，这个当然是 GMT 内部的当时你看这个价格，小米是16块多，美团是95块，16块和95块，那现在当然就涨了不少，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看到一定要找不要说香港股票完蛋啦，珍惜生命啦，不要来香港，就是因为这样才要来香港寻宝，因为好的股票便宜好的股票。但是绝对不是阿里巴巴啦，对不对？经常有人问阿里巴巴怎么看，阿里巴巴绝对不是很好的很多人很多时候都喜欢这一个拼多多但是我个人的心血，大家可能都知道，美团第一，小米第二，这个直接就放在这里，对不对恒生指数涨了8%，从4月19号到星期五涨了8%，也不错了因为它头几个月在跌，我们在1月份、2月份的时候告诉大家，那时候是跌的最多的时候，要买港股了。其实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港股还是涨了一点的所以呢，港股涨了8%也能收获了，对不对因为真的最便宜的时候，我叫大家对港股不要失去信心但是这就要找强势股了。对吧？小米涨了17%，跑赢了1倍美团涨了26%，跑赢了2倍对不对？是3倍跑赢了2倍所以呢，一定要找股票就是这样就算股票市场再烂什么熊市啦香港就是熊市不是熊三是熊市，对吧？也能找到强势股，好吧？所以呢，刚才有人说想听香港的长线投资的，就是那样，你不要看股价。如果你买香港股票的话，你不要看股价，你做好长远投资的准备，10年5年到10年，起码5年到10年，但是不是盲目的买了阿里巴巴就给他5年的时间我们从2021年说不要买阿里巴巴，到现在已经3年半了，对吧？10年也是很快过的但是千万不要盲目的去买一些便宜就好了。阿里巴巴320块到150块，说阿里巴巴好便宜150块跌到100块，我还记得有一个基金经理说闭上眼睛买了100块，到现在80块，人家
的才知道阿里巴巴不好，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买强势股，因为强势股它的业绩越做越好啊，公司越来越多的资金回购，人家也会看到啊。那现在香港的股票不好，对不对？它也跑赢。香港股票一旦好的话，资金都来的话，那它就10倍了，对不对？10倍不是说现在啊，但是香港一到牛市的话，他们就10倍了。啊，所以我们有耐心，10年内会不会有10倍？我觉得10年内给他10年时间，机会还是蛮大的，好吧？当然啊，现在我们要看啊，不能全部都放长线，全部都放长线的话，你要很有定力，很有修养，对不对？怎么我那个股票不涨啊，人家还在涨啊，还在赚钱啊？所以呢，有一部分要放啊这个中短线还是要看美股啊。所以 Rich。教大家如何可以避开跌的股票， OK， 然后如何可以找到强势股赚钱，好不好？要不要的话啊，给 Rich 一点鼓励啊，这个留言区给他一点鼓励，好吧？问一下同学们吧啊，不知道各位观众啊，或者是网友们啊，你们是比较喜欢或者是常用技术分析，还是你是常用基本分析的呢？啊，你都可以写在那个留言区里面。对啊，又或者说你是两者并用的啊，都可以去写在评论区啊。又或者说啊，你想学哪一个，你都可以写在评论区里面。对，因为我怕有些人不喜欢技术分析啊，Rich讲技术分析走了，对吧？啊 ，OK， 没关系啊，我们今天啊，我是特意的简化啊一些，我特意是找一些简单并且是容易去用的一些技术分析啊，那这样的话，就算你没有听过技术分析，你是一个小白啊，今天你好危险啊！常用 YouTube， 常用直觉，这些都是输钱的。哎呦，这些都是输钱的，一定输钱的方法啊！不要啊，可能他反过来，他看到网友们说跌，他就买涨啊，可能啊没关系，除非是 YouTube 是看奇葩版的，要不然，OK， 要不然看其他的就 Good luck 啊。OK，Go ahead。啊，我们回到正题啊，就是今天我讲的都是简单并且是实用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从涨到跌一个转势的关键信号啊，这个是穿头破脚啊，英文名字呢叫做 bearish engulfing 啊。那它是什么东西呢？啊，它其实是由2个阴阳烛啊，或者是普通话叫 K 线组成在一起的啊。By the way， 不同地方这个名字叫的不一样啊。对，所以如果是台湾的或者是马来西亚的，你们那里叫什么名字也可以帮忙打一下啊。我们就如果你用英语的话，英语就是 bearish engulfing 啊。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阴阳烛它组成的部分就是第一天啊，它是一个涨势。它是一个阳烛啊，你看到它的烛身是绿色的，是涨的啊。那第二天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开市价是要比第一天的收市价还要高的，但是它在盘中的时候有一个下跌，并且呢是跌破了前一天的收市价啊。你可以看到第二天的阴阳烛是比第一天还要大的，它好像包住了整个第一天的那个阳烛啊，并且第二天它是一个阴烛，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转折的关键信号，就是穿头破脚啊。那具体的原理，为什么它是一个转折信号啊？在我的课程里面会更详细的讲到。这里呢，就简单的给你讲一下它这个信号代表什么啊，并且它是什么样子的，就给大家看一下啊。那这一招呢可以说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啊。我是每一次看到这个信号我都是会就算它是一个100%涨了很多的股票我也会马上亮起红灯，并且是有一个警告的信号的那这个股票就是 NVIDIA 我看到刚才很多人问NVIDIA 怎么办其实你看有好几次机会，你要错过一次还有第二次，对不对？你每次都错过，那就 too bad。那如果我们在高位看到这个信号，并且是有很大的成交量，我们就要注意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2024年到现在它 NVIDIA 的股价图那第一次呢，我跟 GMP 的同学说NVIDIA 是要比较警惕的，就是3月8号我记得当时候在半夜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信号已经在盘中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穿头破脚成交量也是很大的，然后我就看到
并且呢也是警告了同学们你要注意了，可能未来这个行业它是有一个调整那结果呢，你可以看到在3月份它出了那个穿头破脚之后它有了接近1-2个月的一个调整之后并且呢是下跌了超过20%就简单一招所以各位进不来 GMP 的同学你真的要好好学，要不然的话你跌了这么多没有人告诉你，进了 GMT 还有 Rich 告诉你，对不对？你没进 GMT 真的要靠自己好好学，不要千万要好好学，真的语重心长，免费交给你都要你好好学，免费交给你不要不珍惜OK 好了，那我们买股票我们先不要想买，我们先想我们怎么样避免输钱这个思维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学会了这个第一，你在3月份有人说在那个时候要不要去买要不要高追但如果你看到这个穿头破脚的信号，这个信号可以帮助你亏少了20%这个很重要第二次呢就是在最近的6月份，我们也是看到在6月中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穿头破脚，并且这一次呢我是看到了包括台积电，包括很多的半导体的股票，它都是有出现这种穿头破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第一，第二，它有很大的成交量，并且它也是在高位出现了这种穿头破脚的信号你看一下这个是6月份，我当时候已经跟 GMT 的同学说这里已经是要避免去买这些半导体的股票包括可能我们之前在 YouTube 也有讲过的什么 VRT 美光包括市场上很多人在买的台积电NVIDIA Broadcom 很多股票那当时候我就已经跟他们说过了，我其实现在出现了这种信号之后，很大的概率已经是到顶了可能未来转折会回调的几率很大结果你看一下台积电，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会卖的是师傅会买的只是徒弟，对吧？会卖的你先要学会卖台积电下跌了超过30%NVIDIA 也是超过30%，包括这个美光科技也是下跌了超过40%。你这个是 GMT 6月21号对不对？6月21号。我们 GMT 都有日子在下面 PPT 下面的OK。不到3个月如果这个信号能够帮助你避开超过40%的一个下跌那这个很厉害那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如果你学会了这个之后你再套用到现在你去看整体的市况你也会看到好像在前几天它也出现了这个信号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是哪一天呢我们这里先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们对，到时候我们来揭晓。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做空不要学会了这我去做空两边赚了太厉害了不要做空语重心长的高，因为做空很危险但是也能赚得更爽，就这样OK 所以呢当然后来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讲过上个星期我记得8月份的时候也有略讲过包括上个星期 NVIDIA 出了业绩之后，我们也是有讲到其实那个买 NVIDIA 最好的时机已经是过去了，就这么一个星期已经跌了13.6% 了，对不对？刚才那位同学说 NVIDIA 被套住了，你上个星期没来看了，所以大家订阅我们就这样，每次都要来看就这样，对吧？还有那个说还有人在问NVIDIA 能买吗？OK， 我相信这个我们不给买卖建议，但是这个蛮明显的，是不是好了，那现在应该能买什么呢？那现在呢，其实除了那些长线的，我们看基本分析它有强劲的基本面之外其实我们如果用技术分析来看一些中短期的趋势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找到一些强势的板块那关于有什么强势的板块，在 GMT 里面我已经跟同学们很详细的分享那这里你也可以看到，我这里也是用了技术分析去观察一些买入信号，并且呢我们作为一个中短线的，就是要寻找
这些强势股啊，如果它有出现一些买入的信号啊，在那个位置买呢它的直播率很高。什么是直播率很高呢？就是在那个位置，如果输钱你要止损了，你可能只是亏1块钱但如果你赚钱的话，你能够赚超过3块，一般你的止损是几啊？这个要看你的设置的止损距离。你这4个股票止损是多少一般平均的话，我自己是大概5%或者是6%但这个不能每一个股票都套用的。因为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如果 Rich 这个找到信号是找错的话，它就是最多是损失了5%到6%，但是你看它赚的那个时候是赚25%，对吧？所以有人会问，是不是每次都赚钱啊？如果我输钱输6块就是6%嘛，那我赚钱赚25%的话，就是一个，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盈亏比4:1。那你赚和亏的比例是大约多少？老实讲这个要看市况的那这个平均了到现在，老实讲就最近这1-2个月因为市况在调整，其实这个胜率呢也是会下降的，很正常的。多少？大概40%几左右。但是我的盈亏比呢是接近2.8。对，所以我们老实讲，对吧？不要说20几个%很好对不对？它是40%几是赚25%或者40%这样有50%几是可能是平手或者是最多亏5%所以它的那个回报平均一下的话，大约就10%几了。在这1到2个月之内10%几，那你每个月有10%几的话，哇，这个复式的增长复式的增长，对吧？这个好不好？那我们很客观的说是不是不是说每一次买，有人会问是不是每一次买都能赚？肯定不是。所以 Rich 说55%的话没有赚到，45%赚到了，包括 GMT 我们在上个星期就前2天嘛我也讲到了一只强势股。那只股票我也是没有赚钱的我也是跟同学很老实的说我也是没有赚钱就离场了结果他就公布了业绩之后涨上去，就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那好了，说老实话大约50%几是平手它的最多亏5%，但是它一般来说是平手，没赚到就走了。但是呢，45%左右，它是能赚到25%到45%，对吧？或者46%有些120%，这个比较长一点那这个也是1到2个月之内所以你平均一下的话，大约1到2个月，平均每个月就是就算它10%了，好吧打个折了10%。那如果每个月10%的话，那你1年大约就复式回报的话就150%了，这就150了非常好了这个对不对你觉得好不好？我不知道好不好是个主观的我觉得好，你觉得好不好？大家想不想学？因为这个Rich 的这套方法已经全部公开给大家了，是不是？想不想也像Rich 一样，能够每个月大约有10%的一个回报这个我们但你不要以为就是一个线性的每个月10%，这个是不实际的因为你要知道市况是有顺风和逆风的，包括那我还要讲了，你这段时间内美股不太好对不对？这段时间内美股是不太好，它能赚到这样。那美股好的时候就不得了了。我第一避开了美股好的时候 SMCI 涨3倍避开了那个 Black Monday 这个是我避开的。然后在回调的时候我是把握了一些股票也是赚了一些钱然后呢最近的下跌我也是也做了一些分享做到了我会做两手准备OK， 所以这个是市场在调整的时候，它是这个回报。市场没有调整的时候，什么 SMCI 3倍，拼多多也1倍，是不是这个不得了了。你要知道，就是你在市场好的时候，你会赚多一点容易赚钱的时候那在现在不是一个赚钱容易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做到平手，已经是很好了啊，你能够保住你的资金，这个也是一个首要的目标啊，不要亏太多，就是这样啊。那好了，我们现在呢就来讲一个，我们讲了卖出的方法之后，我们现在来讲一个也是很简单，但也是非常大家有没有发现 Rich Rich 真的是很用心啊？不光是帮你们避开股灾，还要帮你们给你一个方法找到强势股啊，叫多点朋友来好不好？要不然对不起 Rich 了啊！来继续讲。那我们你不要觉得什么移动平均线这个我听过我也学过什么黄金交叉、死亡交叉什么那如果你有听过什么是移动平均线的话我先邀请你把你之前学过的东西先放下来那当然有更详细的应用和教学，我们会在课程里面更详细的讲到。但是这里呢，就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判断和找到这些强势股就是通过用这个移动平均线的这个工具我们是用 SMA Simple Moving Average 来给大家看的好了，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逻辑是怎么样的如果你看到一只股票它在50天线以上它就是一个中期强势的一个股票那相反，它在50天线以下就是中期弱势那如果是200天线以上，长期强势的趋势那如果是200天线以下，就是弱势就这样，长期弱势那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纳斯达克。那纳斯达克呢你可以看到，在过去它是一个星期之内下跌了超过5%，现在呢它也是跌破了10天、20天和50天线的移动平均线那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就是在长期来看在200天线以上它也是一个长期趋势往上的一个走势，但在中短期来说，它在10天、20天、50天线以下，它就是一个中短期弱势的一个走势。好了，那我们现在看完了纳斯达克它整体的走势，整体的 full picture，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些个别强势的股票那这里呢，我就举一个我之前也在直播里面有分享过的这个是 Palantir那你可以看到，第一它现在还在50天线以上你也可以看到它也是比较强势的当然你现在讲就已经太高了你可以看一下在过去在8月初的时候，当大盘还在50天线以下的时候，它就已经突破了10天和20天线，它已经是非常强势这些强势股呢，很多时候它都是非常强势的也是在10天和20天以上的那如果你跟大盘两张图表把它放在一起对比的话，你能更明显的看到，就是当大盘还在一个中短期弱势的趋势之下有一些强势的股票呢，它是能够在10天线或者是20天线以上，它非常的强势，甚至你再看一下，它也是比大盘更早一步的创新高这个是52周的新高所以你是买入了低买高估，然后再买回来现在还有对吧？对那当然星期一就要涨了最近它有个好消息就是它现在纳入了标普500那在中短期的话，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基金也是会需要去买入Palantir那就是这样那我们回归主题就是如果我们用中短期的趋势来看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也是非常强势，它也是跑赢大盘并且呢它有一些其他的买入信号但是有些复杂了我就今天不详细的去说，但是我就希望这个工具呢能够帮助你们怎么样去寻找这些强势股呢？就是这样包括你看一下最近一个星期我先回去看一下上面那个纳斯达克你可以看到星期五它好像一个很 scaring 很恐慌的一个下跌超过2%，但是你再看一下星期五的时候这个Palantir它还是能够收涨的，甚至呢如果你对技术分析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其实它在29.8块
到30块这里呢其实是一个支持区间那什么是支持位，什么是阻力位在我的课程里面会有更详细的讲到那你可以看到它在支持位里面能够站稳，并且在大盘下跌2%的时候，它还能够收涨也说明什么？就是有一些资金它在买入这个Planitia，又或者相反他们是不愿意抛售这只股票，所以导致它是非常抗跌它是宁愿抛售其他的股票比如说 Nvidia、Broadcom 这些半导体的股票那你看到最近它也是跟着大盘一起下跌但是这些强势的股票，它的表现就非常的抗跌，非常的强势那当然，我这里呢也不是教你们那这样的话，我星期一看到那些股票全在10天线以上的，我全部把它买那这样也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我们邀请大家去上 Rich 的课程就是因为Rich 的课程很完整不光是教大家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他还要教大家如何是做这个风险管理，很重要要不然的话我们讲了 Palantir 啦，或者是 Nvidia 啦，曾经讲过 Nvidia 大家买了，结果到最后跌下来的时候大家没走的话，这个就危险了，这个我们不想看到大家输钱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大家整套课程他花了好多时间，整套课程现在他这个21天的课程才知道做了一半做了一半对吧？所以呢，有个好消息给大家做了一半我们就收大家一半钱好不好？他的课程是998我们收大家一半钱那他继续会做下去，那后面那些课程也是免费拿了，是不是但是呢还有个更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 IT 同事还没有，这个周末是下班了，这个价格是远远没有 update 的所以还只有不到2折，还有一个很疯狂的 discount， 不到折扣，不到2折不到200所以大家尽快的要进去，这是也 crazy， 因为我们刚刚开始什么都没做好的时候，就说把那个放上去，把这个大家相信 Rich 的话，就进来了一个 crazy 的一个学费或者是这个真的是叫支持一下 Rich 的一个表示，对吧？所以呢他是花了好多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本来我们没有想到这些 extra bonus 额外的课程，但是他觉得Rich 很认真，觉得大家这里还需要多一点，那里还需要多一点，这里又能帮助大家，那里又能帮助大家，所以做了好多的 extra 的 bonus。我们觉得这些 bonus 如果作为一个课程分开来卖的话，都能卖1000块美元所以这个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又买1送1，又到现在打了不到2折，但是我们其实已经跟 IT 的同事说要 update 价钱了，只是我不会做，要不然我马上就改掉了所以大家一会儿进去看一下，你还能拿到什么好的优惠的价格，好吧？那我们今天过了1000人耶，我们来讲一下大家想听什么股票可以马上来看一下，我们来做个统计，好不好？我看到很多人说 Nvidia，但我已经讲了，对，大家可以重新来投个票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无论是强势股或者是那个10倍股，对吧？我们就把这个名字叫了分开一点，强势股就是有资金在追的，整个大势可能疲弱，它还在涨或者不怎么跌整个大势一涨的话，它是涨了更多的所以这个是靠技术分析的话 Rich 的那个技术分析是非常有用的那如果你又要便宜又要是长线投资的作为10倍股的话，那我觉得我的那个基本分析，特别是那些竞争力的分析软实力的分析寻找 alpha 这些概念等到你买了之后这个就算股票不涨也有信心持有这也所以左边那个是基本分析我很强很有信心你外面找不到的外面你看过其他课程都找不到我这个课程的右面那个 Rich 的那个技术分析我也在学，我觉得他真的是连我都在认真的学到好多东西，好吧？我看到有个人问想知道那个逃生信号应该是离场的信号对吧？对那个你听完这个直播之后，你再回去那个直播的途中对已经有讲过一个，然后包括其实那个只是一个Rich 的课程了对吧？如果你想知道关于大盘的逃生信号那这个有讲的，在第1天的课程就已经
啊，有很多的 extra bonus 就有讲到啊，怎么样去看这些逃生的信号啊。最多人想知道的是，好像小米啊，美团，包美团啊，括蔚来，你有未来只有一个人呢、两个两个OK，那我讲讲，你要蔚来还是小米啊？我不知道啊，蔚来还是小米？大家在最后总决赛，蔚来还是小米啊？哦，你有OK 那好，黄金加一个 Neo OK 啊，想想 Neo OK Neo 呢有几个是好的，我觉得啊，第一个买他车子的人是非常的忠心的，这个忠诚度很高的啊，我认识好多的是Neo这个未来的车主很开心对他是赞不绝口。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小米也是一样啊，他们的这个粉丝都是非常喜欢的，客户都是对他们非常忠诚度非常高的啊。当然小米的好处就是你买了手机之后，可能电视机也买小米汽车可能也会考虑小米，对吧？所以这个忠诚度是可以延伸到其他的产品的那未来暂时主要的还是车子，虽然它有一些其他的换电啦、什么咖啡啦但是主要的还是那个车子所以这个忠诚度很高但是能不能这个叫货币化？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它现在还没有产品第二个，到现在为止还在亏损，虽然呢这一次的业绩报告出来之后，亏损是少了，但是它还在亏损。OK 那在亏损我们就看到这个汽车行业电动车的行业，中国的国内现在是非常竞争激烈的内卷。这个比亚迪啦这个小米啦蔚来啦都是很不错的车子，对吧？华为啦都是很不错的Zeekr 极客是不是好多的中国品牌都很好的所以这么多的一个竞争底下会不会这个他还没赚钱能不能赚钱不知道，因为随时又来一个什么性价比很高啦还有一个特斯拉特斯拉对，还有个特斯拉对吧所以特斯拉也在中国，现在全世界一半的特斯拉是在上海做的所以特斯拉也是个其中一个但是竞争太多了，所以他还没赚钱是一个不太这个我有保留的那未来呢，其实最有特色的也是人家喜欢他的人觉得非常喜欢的是他的那个换电的系统它的那个换电的系统有它的吸引力特别是对某些比如说职业的司机啦，经常要开长途的啦有它的那个就不用担忧电池的折旧了也不用担忧我要在家充电怎么样麻烦了特别是女性的那个消费者，所以未来也是女性的消费者蛮这个受欢迎的因为他们不用烦搞电池了，电池旧了也不用烦了，对吧我去换就可以了所以它的电池是它的亮点但是也是一样电池的这个对消费者是亮点，但是对企业来说要前期的大量的投入，而且前期的大量的投入这个回本期很长对于消费者来说汽车把电池分开来不用买电池了，我汽车的价格好像就便宜了，对吧？但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的话，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还是一个长线的非常长线的一个投资而且在现在还没有完全看到它能跑赢跑出来，所以呢我觉得长远来说它有机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未来未来有很好的未来，但是这个机会还是没有太明确所以我个人觉得是现在我可以继续留意等到它一旦看到赚钱了，或者它的那个充电系统有特别的一个突破了比如说大家都开始用它的那个系统了，
它光靠这个充电都能赚钱了啊。我个人觉得它的充电是吸引我的啊，我是觉得充电那个有未来的，对吧？但是汽车的话，我还是喜欢那个小米和比亚迪了，对吧？人家在赚钱小米没赚钱，但是小米的汽车非常成功，对，非常成功啊。比亚迪是非常强的啊。那整个中国的汽车板块也有好多好多的汽车板块，所以非常的卷啊。那出海的话，by the way，MG 我看到 MG 的最新的那个跑车 Cyber Sport 啊 ，Cyber 什么，哇，50多万港币。两个位置的那个开篷跑车，看到我都流口水了。只是我已经有 AMG 这个奔驰的开篷跑车了，没有的话我都想买那个 MG 的那个跑车了，对吧？你看中国就是这样啊，这个英国现在卖得很好啊，他把英国那个破产的品牌买回来，现在把这个 MG 的那个跑车全世界在卖，除了美国之外啊，所以我觉得汽车行业好的有很多啊，这个未来我暂时还是继续在观察的阶段，好吧？希望今天这个我的未来的啊，当然我不买不等于它不会涨啊，就这样啊，但是也有可能会跌，好吧？那今天这个我的分享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啊。最后还是一句趁这个 Rich 的那个技术分析优惠还没有减少啊，这个还是打了个超级这个 crazy 啊疯狂的折扣的时候，快点报名了，因为就算这个998块不打折报名，你在市场里面少输点钱赚多点钱还是值得的，对吧？何况现在不到2折，不到2折哦，对不对啊？所以赶快啊，我们 IT 的同事要上班之后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好吧？好，今天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支持，我们都是1个小时啊，大家时间宝贵，那我们下次再见，好吧 ？OK， 拜拜。